个传红衣裳的书，指定要摔个大马趴。团团，你咋知道他要摔？那可不，我瞅见他鞋底沾了青泥，路上滑得很，一踩准摔。3年前。 就是他把怀着你的娘丢在了大雪地。掌柜的，顾家的车拦在前头了。就是他，那个摔跟头的坏伯伯。林婉惜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跟我回顾家。之前的事我可以不计较。顾思远，你不配。 这眼睛，这鼻子，明明就是我顾思远的孩子。不准碰俺闺女！他是我顾家的血脉，必须跟我走。林婉惜，他是我顾家的血脉，今天我必须带他走。 该死的，给我把他抢过来！林婉惜，今天你不把孩子交出来，我就砸了你的马车！你们给我等着，这就去叫我娘来！李婉惜，把我顾家孙女交出来！不走，你才不是俺奶奶嘞！小丫头片子，今天非得把你抓回去不可！不准碰俺闺女！不听团团言，吃亏在眼前呗！再纠缠不休，我就直接报开封府。等着，我这就去砸了你的破绣坊！娘，你别怕，给我砸，全砸烂，让他在城里混不下去！你们太过分了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把孩子交出来，我就饶了你。娘，嘿，这锦鲤绣的真好，针脚细腻，栩栩如生。叔叔你喜欢不？这是俺娘绣嘞，她手可巧了。这些碎绣片我全包了，算10万两，做成香囊扇面，正好送给府上女眷。10万两，傅公子，这啥？碎布
片子也能卖10万两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团团，谢谢你。我就说吧，有我在，啥事儿没有。明的不行，我就来暗的。今晚就把孩子偷偷抱走。嘘，动作轻点，抱到孩子就走。娘，有坏人过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屁股！小心房梁上的马蜂窝！顾慈远，你真是不要脸，深夜私闯民宅偷孩子。她是我闺女，我带她走天经地义。林婉熙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明天就去开封府告你，告你私藏我顾家血脉！堂下何人？状告何事？大人明察，此女私藏我顾家血脉，拒不归还，求大人为我做主。大人，是他3年前将怀着身孕的民妇弃于大雪之中，如今见孩子聪慧，才想强抢。民妇有和离书为证。你胡说！你当初把俺娘扔在雪地里，现在还想抢我，你就是个大坏蛋！他胡说，我没有。哎呦，我的牙！大胆顾慈远，你弃妻在先，还当堂说谎狡辩，当真是无法无天，判你罚银1000两，赔偿林氏，此后不得再纠缠他们母女。我不服！我不服！走，老实待着去。终于结束了。娘，你看，坏人得到报应啦！林婉熙，你敢打我儿子，我跟你没完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女人霸占我顾家孙女儿，天理难容啊！你今天必须把孩子交出来！啥东西？哎呀，变成大花脸啦！哎呦，娘，你打我干啥？哎呀，打错人啦！林婉熙抢孩子了，没天理了！哈哈，说不出话喽。太好笑了！掉泥坑里喽，脏死啦！这就是顾家老夫人，太丢人了！自己撒泼弄成这样，真是活该。
林婉熙，你等着，我让你在城里再也做不成生意。掌柜的，所有绸缎庄都不肯给咱们供货了，说是顾家打了招呼。果然是顾慈元搞的鬼，没有绸缎料子，后天的绣活就交不上了，要赔违押金的。娘，你别抽。对啊，和风清雅，最是符合京城女眷的喜好。还有这白芦苇花，绣上去软乎乎的，可好看了。和风清雅，芦苇灵动，这个系列定会风靡京城。叔叔也觉着好看呗，俺娘手可巧了。这些素缎和染料我都给你。我先订500件和风香囊和绣帕，定金5000两，以后所有货我全包销。傅公子，太谢谢你了。林婉熙，没了料子，我看你还怎么……不可能！你哪来的绸缎料子？有料子又怎么样？我这就去挖走你的老绣娘，抢光你的所有主顾。你抢不走嘞，你还得倒霉嘞。林婉熙，没了绣娘，没了主顾，我看你绣坊怎么开。掌柜的，对不起，顾家给的工钱太高了。走了就别再回来。顾老板说你们绣坊要倒闭了，我也退了，别到时候交不了货。娘，这线闻着怪臭的，一洗准掉色，是劣质货。他居然用劣质染色线糊弄人，迟早要出事。顾慈远，你个骗子！我订的嫁衣洗一次就变成花的了，赔我银子！我的屏风也掉色，什么垃圾手艺？亏钱赔偿！还是林掌柜的绣品靠谱，我要加订10件绣帕。凭啥？凭啥都找他？林婉熙，你断我财路，就毁你名声。听说了吗？林婉熙的绣坊招邪，买他家绣品会倒大霉嘛？可不倒是啊，他家那个私生女就是灾星。掌柜的，今天一个客人都没来，大家都信了街上的谣言，肯定是顾慈元搞的鬼。娘，我看见就是那几个叔叔在瞎说，他们拿了坏伯伯的钱。你们骗人！你们拿了个坏伯伯的钱，故意造我们的谣。小屁娃胡说八道！谁拿顾老板的银子了？原来真是顾慈远花钱雇的，太缺德了，居然造这种谣！我可以作证，林掌柜的绣坊从来没有问题，我一直在他家订绣品，从未出过事。林掌柜，对不起，我们错怪你了。我要订20个香囊，支持你。林婉熙，你等着，我去偷你的新绣样，看你还怎么卖！偷东西是要被抓的，你准得倒大霉喽！娘，你别怕。走快点，找到最新的和风绣样就走，
放心吧，老板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老板，找到了，这就是新秀样。太好了，连夜赶制，明天半价卖，抢光他的生意。我没画过这样的绣样啊。那是我昨儿画的小乌龟，我搁绣样上头玩来呢。2块搞门什么破东西？这也叫和风绣品？丑死了！顾慈远，你个骗子，退钱！这就是林婉熙的最新绣样，我这儿半价。你怕不是傻了吧？林老板的绣品清雅的很，哪是这样的？顾老板这波免费宣传真是帮了大忙啊！坏贝贝，我画的乌龟好看不？林婉熙，你毁我生意，我就烧了你的仓库！娘，你别怕，他找不着咱们仓库在哪。林婉熙，我烧了你的仓库，看你还怎么做生意！娘，你快看，就是这件，烧光它！啊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，快去报官啊！还好不是我们的仓库。哎呀，他找错地方了。我的仓库，我的绸缎全没了！不要命了，火太大了！大胆，竟敢深夜纵火危及街坊，跟我们走一趟！我烧的是自己家的仓库，凭什么抓我？烧自家的也不行，殃及邻里就是犯法。林婉玉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对。顾慈远深夜纵火，被判罚银200两，关押3天，活该！谁让他干缺德事儿？我的儿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只能把这些卖了，凑钱赎儿子了。老太太，这簪子看着还行，我出10两银子收了。这可是纯金的，最少50两。最多15两，不卖我就走了。原来是个骗子，专门骗老人家，太缺德了！人家都这么惨了还骗。谢谢你。我只是看不惯骗子欺负人。我们当初真不该走，现顾慈没地方去了。要不我们去求求林老板，让他再收留我们吧。走吧，总比饿死强。林老板，对不起。当初顾慈远给高点工钱，你们就跑了，现在他倒了又回来，门儿都没有，
就是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别脏了我们绣坊。当初是你们自己选的路。林老板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不该见利忘义，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我可以收留你们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以后好好干活。要是再敢背信弃义，我这里绝不再留。去。谢谢林老板，我们一定好好干，绝不再犯。娘，他们都知道错啦，知错能改就是好阿姨呗。他们会绣可多好看的花花，留下来帮娘中不中？娘，你做的荷花酥比这好吃100倍，咱开饭馆中不中？既然团团想吃，那我们就开个小食府。娘加油，我帮你捏花花。可好吃，比街上买100倍。宛如你这手艺，开饭馆肯定火。听说这儿的荷花酥特别好吃，我天不亮就来排队了。我也是特意从城东赶过来的。老板，再来10份荷花酥，我要20份，打包带走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今天的食材已经卖完了，大家明天再来吧。恭喜婉熙，开业大吉！我包下今天剩下的所有位置，请我的朋友们都来尝尝你的手艺。傅公子，太谢谢你了。一个女人也敢抢我的生意，我看你能得意多久！去，往他们的莲子羹里掺泻药，出了事我担着。老板，要是被发现了，放心，我早有后手。站住！你往锅里放啥啦？没什么，我走错地方了。好啊你，居然敢偷偷往林老板的汤里下药！林老板，对不起，是我管教不严。不过你怎么知道汤里有问题？该不会是你自己放的，想栽赃我吧？哎呦，我的肚子好疼！我刚才喝了莲子羹，我也是，肯定是汤不干净。大家看到了吧？这就是证据。我刚才在库房擦窗户，看得一清二楚，就是这人偷偷进来下的药，而且林老板早防着这一手，下药的那锅汤根本没端出去给客人喝。婉熙，你的食术潜力无限，不如我注资合伙，我们一起打造京城第一私房菜。这是5万两注资，实是重新装修成高端私房菜。傅公子，太谢谢你了！太好了，以后有可多好吃的嘞！哇，变化真大呀！欢迎光临万熙私房菜。
装修这么好，菜肯定涨价了吧？是啊，以后怕是吃不起了。叔叔阿姨放心，家常菜不涨价，贵了菜是给有钱人家做嘞。听说你们要做京城第一私房菜，我倒要尝尝。给我做一道芙蓉醉蟹，做不出来就趁早关门。夫人，这道菜早就失传了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服了，太好吃了，果然是京城第一。后天有个古玩市集，带你和团团去开开眼界。古玩就是那些好看的瓶瓶罐罐吗？哇，好多好看的瓶瓶罐罐！团团要是喜欢哪个，叔叔买给你。娘，你快看，那个碗底下的小碟子，看着可特别。哼，小丫头懂什么？这破碗喂猫都嫌脏，10文钱拿走。别闹，这就是个普通粗瓷碗。这是宋代官窑，我出50两，50两成交。林婉熙，我才是有眼光的人。哼，胡说八道！这破碟子能值几个钱？这碟子不卖，是我家的。刚才你说破碗10文钱，连带底下的东西一起卖，我已经付过钱了。这是汝窑真品，最少值5000两。我说了嘛，那碟子看着就特别。不如我们开个古玩阁，让团团当小掌柜。小财迷，哪有这么便宜的鉴宝？家道中落，祖传西周鼎，1000两贱卖。没错，我鉴定过，绝对是真货。这旧色看着有点奇怪。他给我50文让我当托，我也是被骗了。没见识就是没见识，看我这顾家祖传和田玉，值1万两。你瞎蒙的，你根本不懂。这是宋代汝窑，我出1万两，不2万两，卖给我。我说了嘛，假的真不了。宫里要办御膳大赛，邀请我参加。加油！拿第一！做梦，冠军肯定是我的。我看你怎么做菜。娘，那个坏伯伯又干坏事啦。没关系，我们改做锦鲤献瑞。这道菜比原来的构思还惊艳。肥而不腻，绝对是冠军。不公平，他的肉糊了，我都闻见焦味了。我来尝尝。太咸了，还有焦糊味儿，鲜香嫩滑，造型别致，还带着荷花清香，这才是真正的好菜。
我们可以开一家御膳分号了。开分号，我让你连原料都买不到。如今你有御赐名头，放眼京城，没人能比。硬碰硬赢不了，我就照搬你的路子，拖垮你。普通人哪分得清真假？用低价分流客人，我看他怎么扩张。正版也太贵了，一模一样的东西，皖西私房菜纯纯宰客，仗着有御赐排长就漫天要价，太傲了。以后我只买就平价同款。娘，我知道他们卖恁便宜，用料肯定偷工减料，都是最差的边边角角。顾慈远为了压成本，只能用劣质食材，这就是他最大的死穴。高端御膳档兼供权贵人家，独有御赐认证，顶好食材，平价亲民档卖简化版荷花酥、莲子羹，价钱和盗版持平。食醋、古玩都赢不了你，我就垄断全城蚕丝，断你绣坊的根。想断料子呀？俺们直接自己种蚕宝宝呗。把京城所有蚕丝全收完，再跟周边蚕农签好约定，只准把货卖给我。老板放心，这下林婉熙的绣庄没了原料，迟早撑不下去。娘，你快看，掌柜的，跑遍京城布庄，一两蚕丝都买不着，价钱还翻了3倍。想要蚕丝，就低价把绣坊转手给我。实在对不住啊，我们都跟顾老板签了文书，违约要赔一大笔钱，不敢卖给你们。娘，快过来，这儿有好多桑树，还有养蚕的爷爷奶奶。老人家，我们按市价收减，还帮你们把销路规划好。绣坊10死古玩阁都搞不定他，我就去挑唆闲话，抹黑他开的女工学堂。随便你瞎说，大家都知道俺哪是好人。去外头传闲话，就说女工学堂打着救人的幌子，逼着姑娘们连轴干活，还克扣乐器。听说了吗？林老板开的学堂根本不地道，把孤女当苦力使唤。难怪好多姑娘进了学堂很少出门，原来是被关注了。我们白吃白住，还能学手艺。林掌柜明明待我们极好，怎么会传出这种假话？趁早关掉学堂，不然流言只会越来越多。大家别听谗言，林掌柜分文不取教我们手艺，平日里待我们亲如姐妹。俺娘心善着呢，这些阿姨在这儿吃的好玩的开心，才不是被欺负嘞。我家侄女就在学堂，日子过得舒心自在，哪有什么逼迫做工？是顾慈远给我们银子，逼着我们乱传谣言的。策源、货源，名声都搞不过，我就去拉拢往来客商，劫走他所有外地活计。别找李婉熙，他家偷工减料，我家同款便宜3成。掌柜的，活计要被抢了！顾老板，你这是拿次品糊弄我，这是意外。这位才是江南四行工会的李会长，你找的那个是你雇来的拖把。
过，我就是跟林掌柜开个玩笑。早听闻林掌柜手艺精湛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定3000匹绣品，预付定金，资本1万两。以后江南丝行工会的活计全给你家。下月江南有丝绸大会，林掌柜不妨带着绣品去参会，拿下全国市面。江南是不是有好多荷花，好多蚕宝宝？想去江南，我让你连城门都进不去。站住！这批绣品偷逃税税全部扣下，想走就交1000两罚款。大人明鉴，我们有正规税单。我说不合格就不合格，耽误了大会，你们自己担着。想赶大会，先在码头耗3天吧。制式不对，印章歪斜，用的是萝卜刻的假章吧？分明是伪造的。小屁孩懂什么？我说真的就是真的。官差叔叔，这儿有人冒充你们收银子。别抓我！别抓我！是顾思远给我银子，让我拖住他们的。原来是林掌柜，久仰久仰。您的绣品是御赐公品，按理该走国道。本管官船正好去江南公办，走内河水道比运河快得多。我送你一程。多谢大人相助。夫人，走内水水道，咱们比原定行程早了整整1天。等到了江南码头，顾思源肯定还在路上磨蹭呢。林婉熙，他还在京城码头被扣着呢，没有我顾思源点头，他连码头都出不了。这次大会头名铁定是我的。老叔，我们先走一步喽。京城来的，想在江南抢生意没那么容易。京城来的也敢抢江南饭碗，有种比秀艺，输了立刻滚出江南。就是，别仗着御赐明地唬人，真本事拿出来瞧瞧。冰蚕丝是江南特产，就这么多，1个时辰绣完百鸟朝凤，绣不完算你输。掌柜的，线根本不够，这点线连凤凰尾巴都绣不完。这点线连凤凰尾巴都绣不完，看你怎么输。比就比。俺娘绣的比你们好100倍。月白、胡兰，我在码头捡的，掉地上没人要，刚好凑齐颜色。嘿嘿。天哪！碎线绣百鸟，断口藏羽间，妙哉妙哉！奇了！冰蚕丝遇水幻彩，雨生荧光，这是失传100年的幻彩绣法。没想到今日能亲眼得见。浣溪绣庄技打群芳，百鸟朝凤，幻彩重生，头名当之无愧。本会长签下10万2年供货契余，特聘浣溪商号开设江南分号。绣品赢了又怎样？我把漕运码头都卡死，看你怎么把货运回京城。顾老板打过招呼，谁敢接你家的货？陆路也被他打点过，没人敢拉。交货期就剩5天，货烂在这儿，得赔10万两。我把水路全堵死，看你怎么飞回京城。慌啥？俺们走海路呗，海路有水匪，往年好多商船都被劫了，太凶险了。算他们有自知之明，海路就是死路一条，赶走就人货两空。小恩人，刚才多亏你帮我找回跑丢的孙儿。小事儿，你就是看他鞋带松了要摔，喊了一嗓声呗。顾思远封锁漕运。哈哈哈，我们漕船行有官府建案的海运船队，配有护卫队，水匪早就被打怕了。顾思远，有人告你雇凶毁货，扰乱漕运，跟我们去趟衙门。走海路是吧？我去布政司告你勾结水匪，私运禁物，让你货刚到岸就被查抄。走内海入运河，比漕运还快2天，运费给你算成本价。
曹传行怎么会帮他？不可能！曹传行护着又怎么样？我雇人假扮水匪，照样毁他的货。别打！是顾思远给我们500两，让我们毁了绣品，我全招！敢动我曹传行的船，直接送官，把顾思远供出来！有人告你私运禁物，全部开箱查验。我行商合规，何来禁物？坏人又搞鬼！举报不实，全是普通货物，没什么禁物。不可能！我明明塞了。啥呀？你塞啥啦？这绣工比经理绣装的还精致。这款给我来3件，那款绣瓶我也要了。这针脚密的比头发丝还细。这个给我娘拿条绣帕，她念叨好久了。是我上半宗父的针法。一炷香功夫，半船绣品被订走了，预售定金上千两。查获还能买货，疯了吧？诬告商户扰乱公务，罚银200两，带走训诫。不服，我不服！多亏团团福气好，查获都能变成生意。那是。少爷，老家出事了，老夫人让你立刻回去。别撑了，唐少爷接了顾家商队，京城银庄全封，老夫人也被软禁了。他敢！族老都站他那边，有什么不敢？江南货主还有我8000两存银，提了钱回去翻盘。昨天就清了，现银布料全拉走，只剩空房子。我什么都没了。团团反歇吧。娘，你快看，孬叔咋蹲地上啃冷包子嘞？林掌柜，我家顾成业少爷吩咐，以后顾家丝绸全按最低价供货，这是合作契书，请过目。把这废物押回老宅，听候族再发落。敢动曹传祥的船，活腻了！哇，孬叔被自家人收拾了。奉旨巡查江南商务，浣溪商会立刻靠岸，接受查验。偷到绣母和曹传契书，卖给江南布商，照样能翻身。妈，院子里有贼。有贼！堂兄，我等你偷这叠罪证等了半个月了。侵吞族产，构陷同行，败坏门风，逐出顾氏宗族，名下所有商号充公，即日押送原籍，永世不得踏入江民京城半步。我不服，是林婉熙害我，自己干坏事还怪别人嘞？林掌柜，往后顾家全族蚕丝专供浣溪商号，价钱再降2成，这是合作契书，请过目。
圣旨到！林婉熙技艺精湛，特召携绣品御膳坊进京，承办万寿节御宴与御绣。静晶，是不是能看皇宫的金娃娃了？金娃娃！入城报备文书拿出来，没有就靠边候着，等开封府核验完再进。大人，我们是陛下亲召承办万寿节的，城门规矩是开封府定的，小的按规矩办事，没文书就是不能进。林老板的入城报备，我昨日已替他办妥。你既讲规矩，那按律，奉旨办差的商户优先入城，刻意拖延者按贻误黄差论处。小的有眼无珠，这就放行。宅院已备好，上食局和御绣坊都归纳盯着这差事，小心些。傅叔叔懂规矩，比他们讲理多了。地方上来的厨子没碰过御膳的规矩，这是上食局拨的市山食材，明日辰时交3道茶点，做不出来，这万寿节的差事你也就别接了。全是碎骨头、边菜叶、散豆沙，连块完整的料子都没有，这分明是故意刁难。手艺精巧，心思更巧，碎料化珍馐。这几样点心，我带回宫给皇后娘娘尝尝。姑姑谬赞。一个地方上来的女人，也敢抢我们的饭碗。3日之后的御绣试考，我让她连绣线都拿不准。时辰到，领绣线，考题百福禅之文。夫人，线掉色，哼，连绣线都辨不清，也敢考御绣？滚！张长史，你负责发料，怎么解释？许是故下错，是仿线重考，是故发错，臣下失察。换正品呈现有效。我就说吧，肯定有人搞鬼。针脚齐整，纹样精巧，甲等。娘太厉害啦！娘，我听见他们说明天要在秀会上耍花招。林老板，不好了，你的石山灶台被人封了！灶台漏烟犯忌讳，封了停用。失善，这可怎么办？只剩后院小偏炉，能用就用，不用就弃权。哼，明明好端端的，故意刁难人呗。火这么小，半个时辰都烧不开水，通风口堵了。这儿塞了泥巴，疯了！火比大灶台还旺。火候拿捏精准，鲜香入味。你说这偏炉不好用，做出来的菜比正灶还出彩，许是林老板手艺好。嘿，这食儿咋调出来的？是呀，总有人想使坏，可惜没用呗。算他走运，御绣坊的料子都安排妥当了，挑丝残锦，绣到一半就脱下露馅。我看他这回怎么出得了御绣坊的门。这是本次考核的贡锦，请查收。娘别碰！御赐料子绣坏了，按欺君论罪。夫人，全是挑丝，根本没法落针。领了料就得绣，绣不出来自己滚出御绣坊。凶啥？挑丝又不是不能用。你看呐，弯弯曲曲的，像不像云彩？
改成祥云暗纹，刚好盖住瑕疵，比原图样还精致。那可不，这女人邪门，宫里难不住她。宫里不行，宫外我来。我已联络京城食材商户，一律不卖给他货。没了食材，我看他的御膳分店怎么开。长师，您看，他把贡锦巧思独到，暗纹精巧，更胜原定图样，甚好。待我上报上机局，另行嘉奖。夫人，问遍京城菜市，商话全说没货，连干货铺都不肯卖。夫人，跑遍8家菜市，商户全说没货，连干货铺都不肯卖。分明是有人串通好，故意断咱们的货。英卡货源太笨，我要让他主动用次品，自己砸了御膳的招牌。听说林老板缺食材，特意送新鲜菜来，价钱比市价还低20%，可算有救了。谁派你来的？掺次品让我用，是想栽赃我用劣质食材办御膳？是周老板吩咐的，说您用了坏食材，坏了名声，就没法承办万寿节了。坏得很，可惜骗不着人呗。难得，太缺德了。老夫原是御膳陶馆采宰的老厨，认得京郊几家御田农户，直供新鲜食材，外人不知这条门路。姑娘若需要，老夫替你引荐。太好了。老板，计策败露，他还找到了御田农户的货源。废物！货源断不了，那就让他赶不上市膳，按贻误皇差治罪。林老板，上市局传命，今日午时试膳，赶紧入宫。哎，不是说好了明天吗？上市局传令，今日午时试膳，即刻入宫。公公的命令，误了时辰你们担待。你骗人！故意传错时辰，想治我贻误皇差之罪。是刘长臣吩咐的。娘切花，我摆果盘，快得很。那可不，赶时间我最拿手。团团太能干了，比平时快1半。那可不，赶时间我最拿手，赶时间我最拿手。时辰快到了，铁定迟到。怎么可能？试膳时辰已到，民女未迟。造型精巧，口感上乘，速度还快，甚好。娘，刚才我看见刘长善跟个穿华服的娘娘说话。万寿贡米少半袋，容易将政府食材在他住处搜出赃物，分明是栽赃。别吵！你们都找错地方了，这儿有个洞。我捡毽子看见的，洞刚挖的，木屑还没干呢。米是老鼠拖进去的，不是人偷的呗？查，搜出的赃米还有这几个人，米上全是鼠咬痕迹，确实鼠啃的。我就说吧，坏人心眼子多着呢。刘长善构陷同僚，扰乱御膳筹备，革去长事之职，发往杂役房当差。林老板受惊了，后续御膳由我统筹。食材上动手脚太显眼，从理智下手才致命。明日试膳，给他换套盏，保他栽个大跟头。林老板，原盏磕碰破损，换了新盏摆盘。原盏磕碰破损，临时换了新盏，请尽快摆盘。
斩身龙纹锦4爪是陈嫔服用的蟒纹，绝非太后御用的5爪龙斩。用错御斩是失仪大罪。许是库房拿错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御斩文质不符，若非小女察觉，险些铸成大错。查，库房还有没有原斩？公公，原装5爪龙斩在此，完好无损。是奴才糊涂，拿错了。心思紧密，临危不乱，难得。小娃娃眼尖，是个有福气的。管事办事不力，杖责20，发浣衣局当差。太后娘娘真好说话。膳房动不了手，就从绣品下手。万寿平加个禁忌无恙，我看他怎么死。夫人，这图样这里好像哪里不对。上宫局刚发的万寿平正稿，吩咐按样赶制。娘，你看，这凤凰长了5只爪子。凤至4爪，5爪是龙仪，绣了便是欺君大罪。墨迹还细，是刚改的，定是有人故意换样，想栽赃咱们为质。退回去，只怕反被说抗旨不遵。比原图样还精致，好看，比原来的还气派。既没改圆跑大体，又合了礼制，太妙了。旧样可核对好了，别出什么岔子，那可是杀头的罪。百鸟朝凤配万寿纹，巧思独到，比原定稿更合心意。玉这边动不了手，就从御膳下手。万寿宴有道莲子羹，要用专供香莲。我让人换成带色味的陈莲，再栽赃他以次充好，怠慢圣驾。公公高明。夫人，上食局刚发的御膳食材，这香莲看着不对劲。上食局发的全是陈莲，发苦发涩。只因要做莲子羹，用这个就是以次充好，杀头的罪。比莲子汤还香，既不浪费食材，又合万寿吉意，就叫福寿莲糕。大胆，竟敢擅自改御膳菜式！陈莲熬羹味色，蒸糕反倒绵甜，还请贵人品鉴。清甜不腻，寓意也好，比羹更合心意。私改菜式，便是为了上食局的规矩。万寿宴本就求吉庆巧思。林老板心思活络，该赏。坏人又输啦！娘，这个是啥呀？咦，这灶台咋有股怪味儿啊？臭烘烘嘞，眼里有股怪味儿。烟道堵了半截，还抹了臭柴汁，菜会串味。报销来不及，今日的万寿点心铁定出岔子。隔水焖制，口感更绵密。不用动灶台也能出成品。灶台都没发火，敢敷衍御膳？烟道有障，借余温焖制，
风味更佳。胡说，没火怎么能熟？绵密软糯，比明火蒸的更入味。眼道坏了不早修，险些耽搁差事。奴才失常。坏人又搬石头砸自己脚嘞！膳房动不了手，就从宋秀鹏的路上下手。过宫门时撞掉边角，就说他绣品粗制滥造。林老板，宫中来令，今日便要移万寿瓶去偏殿陈设。谢。咋突然要搬嘞？绣品粗制滥造，不堪御用，按律治罪。分明是你故意撞的！空口无凭，损毁御物，就是死罪。别凶，他鞋上有白粉末。奴才不是故意的。些许粉末算什么？绣瓶已毁，说什么都晚了。裂口不大，半个时辰可补好。若补得不合规范，再治罪不迟。娘就按我帕子上的织纹绣，可好看了。哇，根本看不出补过。巧思绝妙，睿智贺寿，比原图更合万寿心意。下人办事毛糙，罚你3月俸禄，回去自省。又输喽，坏人总没好果子呗。膳房、绣房都动不了他，就从账目下手。告他贪墨御膳采买银，抄家问斩。有人告皖西商号贪墨公银，请林老板配合查案。有人告你贪墨御膳采买银，账实不符，配合查案。每笔账都有存根，绝无贪墨。账册给我。哎，这字颜色咋深浅不一样嘞？账册多报3成银钱，是有人篡改构陷。果然是改的，谁送的账册？是御膳房王公公让我改的，栽赃林老板贪墨，竟是宫里的人啊！我就说嘛，坏人总躲在背后使坏，哼！事关内宫，即刻上报，请圣上定夺。圣上查明，林婉熙清白受诬，行事稳妥，账目清晰，特命你监管万寿宴采买核对。领旨。娘亲太厉害了，坏人又输了。废物！万寿节正宴，我亲自布局。那天我要他担上欺君大罪，百口莫辩。咦，藏了个龙片片，私藏5爪龙纹，是灭族的欺君罪。好大胆子！万寿瓶里藏为之之物，拿下！不对，我们的丝有炼花蜡印，这个是梅花印，是丽嫔宫里的专属绣线。胡说，血口喷人！是王公公让我塞的，栽赃林老板私藏龙纹。坏人就会躲背后使坏，羞不羞嘛？哼！王德福构陷御商，扰乱万寿筹备，杖责30，
发往静一司。你心思缜密，万寿平及御膳陈氏，此后由你全权指点。民女领命。又输喽。废物！正宴献寿酒，我亲自布局。那天我要他百口莫辩。不好！娘别递，这酒不对。乳舅小儿敢扰乱寿宴，拖下去！孩童从不妄言，容臣女查验。回禀陛下，确是陈年烈酒，绝非御贡贡酒。大胆！何人敢偷换御酒？是奴才鬼迷心窍，受了好处，想让林老板办砸差事，丢了御膳承办权。太绝，竟是为了抢御贡差事！抢不过就使坏，羞不羞嘛？长侍宫女逐出宫廷，永不录用。丽嫔御下不严，撤去协理验眼之权，禁足偏殿1月自省。质子机记，把金锁一柄，御膳房点心随便挑。好看。这。御膳动不了手，就动祈福的万寿秀平，我要他栽个大跟头！祈福秀平当用纯色吉庆纹样，这般杂乱，是对神明不敬。林婉熙办事疏漏，按律当撤去御秀承办资格。不是我们做的。却是后期人为掐将，栽赃无疑。就是他！昨天班秀平还偷偷躲在屏后缝东西。是丽嫔吩咐奴才偷偷缝上错纹，想让林老板落个不敬神明的罪名，抢走御秀差事。您屡次插手御贡事务，搬弄是非，撤去所有宫廷采斗协办权限，长居偏殿自省。赐婉熙商号，御贡商号金字牌匾，承办宫廷全年御膳御秀。这孩子机智过人，哀家特赐宫门木牌，可自由入宫。民女领旨谢恩。囚禁我，好啊！我在暗处看着，看他能得意到几时。娘娘放心，奴婢还有安排。夫人，江南运来的贡级绣料和食材，在杜牧被同行商户恶意扣下了。夫人，8大商行联合下令，全京城没人敢给咱们供货、运货、接订单。咋都愁眉苦脸的嘞？爷爷，你没吃糖糕，甜丝丝的就不疼啦。小娃娃真乖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俺娘是婉仪商号的林老板。那帮商家怕锦绣楼，老夫不怕。我给你牵线散货小商家，没人敢拦。这些掌柜都是老夫当年的门生，你拿着名帖去，他们不敢不接。好茶，林掌柜，以后咱们就同舟共济了。这是我30年前的手艺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做出这种五花纹了。下次给你打一个小号的。爷爷，你看，可好看了。原来是宫里的人，难怪这孩子气度不凡。林老板，这些是老朽信得过的铺子，一个老不死的银匠也敢坏我的事。去，把他的老绣匠和主厨给我挖过来，出3倍工钱，不5倍。林婉熙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
夫人，资深老绣娘和主厨全被锦绣楼高薪挖走了，剩下的全是没出师的学徒。什么时候的事？2天后就要交御贡的货，老匠人全走了，这可咋办？我家老板说，你们撑不住就开口，匀2个匠人给你们，赏口饭吃。姐姐，你绣的兔兔软乎乎的，比之前老奶奶绣的好看多了。这个糕甜丝丝的，比大厨子做的还好吃。团团，你真是娘的小福星。不用老样式，走童趣鲜活路线。绣品改白子百福蒙纹，点心做小动物造型福寿糕。咱们不拼经验，拼巧思，学徒也有学徒的长处。宫里嘉定3成，林老板，恭喜呀！夫人，咱们这次不但没误七七，还拿了嘉定，真的多亏团团小小姐。你叫小黄，你叫小白，你是花花。对不起哦，太后奶奶，俺们今天又赢啦！怎么样，老板？不好了，他家用学徒做的货被宫里夸上天了，还嘉定了3成。不可能！奉会长令，核查皖西商号商籍，非京城本土商户，无3家老字号联保加10万保证金，不得参选御工总商。3日内听候处置。3天内凑齐3家本土老字号联保，再加10万两保证金，这分明是故意卡咱们。一个外来户还想跟我斗？3天内他必滚出京城。团团小娃娃，林老板，我们来给你们担保啦！林老板帮我们卖蚕茧、收青菜，救了咱们全村，我们老百姓联保比啥老字号都管用。诸位多谢。以后大家的果果俺们全包啦！民间口碑比商会的金子值钱多了，宛如商号民心所向，免10万保证金，农户联保作数，商会不得再刻意刁难。周老板得罪了。圣旨到！太后有旨，皖西商号民心所向，免10万保证金，农户联保作数，商会不得再刻意刁难。好耶，坏人的规矩又被破啦！蚕茧的事儿请放心，你家小孙女的绣样我留着，您教的野菜认法记着呢。这个软，爷爷家书上大拜王爷爷，常来吃糖糕呀！太后有旨，万寿节前办千叟宴，命皖资商号3日内备齐白养素食软点，专供席间老人使用。好耶，可以做好多小桃桃、小福糕了！小桃子、福字、小鱼仔、小兔子。百样软点，3日为期，咱们开始吧。百样素食软点，样样不能重样，还得软嫩好消化，3天咋做得完哟？娘愁啥子嘞？糕糕揉成不一样的样子，不就有好多好多啦？统一做杂粮山药糕胚，换脏换内馅换表面纹样，咱们不拼花样数量，拼组合变化。揉糕胚，做内馅压造型，全员分3组，即刻开工。看我压了好多好多福桃桃。咱们团团是皖西商号最棒的小监官。白养齐了，真的齐了。这糕软乎乎的，甜而不腻，太对胃口了。心思巧，心意更足，比御膳房做的还合老人的心意。往后宫中所有老人的膳食点心，全交皖一商号承办。这个小兔兔是俺捏的，耳朵歪了。原来是你这个小手捏的，怪不得这么有灵气。来，这个手串给你，这里点心也随便吃。又让他立了功，每次都差一步。
林老板好本事啊！之前是我不对，今儿特意来赔罪。咱们合作分销江南货品，一起赚钱如何？利润咱们5-5分，我出渠道，你出货，稳赚不赔。你3天内签好字，咱们就开工。条件看着是优厚，可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又挑不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赔银100万两，违契条款。对不起呗。不怪团团，多亏了你，咱们才没上当。周老板且回，容我们再斟酌2天。好。跟他合作等于往火坑里跳，以后谁敢跟锦绣楼做生意？好个林婉熙，竟敢坏我好事！林老板，我们布庄以后所有绣料都从你这里进，锦绣楼那种黑心商家，我们是不敢再合作了。诚信为本，合作愉快。把京城的食材、蚕丝有多少手头上全端起来，我要让全城物价翻倍，然后告诉所有人，这是他万金商户万玉供搞的。全城都涨了，都是万金商户垄断了玉供，才把物价抬这么高。他们一家独大，咱们老百姓可买不起了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夫人，外面围了好多百姓，都是被谣言煽动的，这可咋办？就是他垄断了货源，物价才涨这么高，俺们都吃不起饭了。不是俺们，大家别信谣言。我家小孙子饿得直哭啊！诸位放心，我皖西商号今日开所有仓库，全按之前日价的1半售卖，不限量。爷爷奶奶别生气，吃糖糕。3天内大批货源就会进京，物价一定会稳下来。品质没降价，价格真降了1半。林老板说到做到。奶奶，小孙米粥喝了，今晚就给他熬稠稠的米粥。江南的货到了，全部按原价出。物价终于稳了，还是皖西商货靠得住。听锦绣楼写字。锦绣楼仓库查出大量囤货，账本记录与哄抬物价假日完全吻合。原来是锦绣楼黑心囤货，还甩锅给人家林老板，太缺德了！以后买东西只认皖西商号，良心商家。还是皖氏西商号良心，说平价就平价，说半价就半价。以后绣线只买他家的，品质稳，价钱公道。圣旨到，皇商遴选长旨正式开启，首考题目进交受灾流民安置，各商户出方案落地，半月后验收，优者晋级。夫人，这是咱们的机会，请加油，俺们肯定赢。赈灾这事儿，咱们有的是法子让他输。不就是赈灾吗？我当场认捐2000两白银，官府都夸我有心。夫人，咱们现金都压在货源上，拿不出这么多钱捐。以工代赈，组织流民修沙路，建一仓搓麻绳，干完活就发粮食流民，又做了实事。好，以工代赈，利在长远，本官这就批。叔叔歇一休，喝碗茶有力气。谢谢小娃娃，有活干有饭吃，比蹲着晒太阳强100倍。快长大呀！捐钱只能救一时，不是长久之计。以前蹲墙根等粥喝，现在干活挣钱养家，这日子才有盼头。这才是真正的赈灾，利在长远。皖西商号首考第一。谢谢姨姨、娘亲，这些路是咱们修的，这些房子是咱们盖的，这些树是咱们种的。 2000两能买多少粮食？粮食吃完就没了，但以工代路能用几十年，一仓能救几代人，这就是格局啊！户部急件，皇上遴选第2考题。3日押运，时间很紧。送贡品去行宫喽，肯定有好多好吃的。去，给沿途驿站关卡都打好招呼，再把主路给我封了，我让他插翅难飞。对不住啊，没地方给你们住。这文书得核验1天才能放行，这摆明了是故意拖咱们时间。主路封了，要修3天才能过。3天？那咱们铁定误了期限啊！想过去就绕路呗，绕远路多走5天。李大叔，林老板，团团小娃娃，你们咋来了？没事，我带你们走山间小路，直达行宫后门，比走大路还快半天。
好多小花呀！西商号提前半日送达，贡品完好无损。林老板果然靠得住。主路封了，关卡卡了，驿站堵了，这回我看他怎么飞过去。老板，不好了，他到行宫了，还提前了半天。不可能，主路封了，他怎么可能到得这么快？老板，你小心点，京城里现在到处传闲话，说你寡母带娃，出身低微，商级低贱，不配参选皇商。娘亲，啥叫出身低微呀？他们咋又瞎说嘞？哼！听说那晚集商号的老板是个江南来的寡母，带着个孩子，出身低贱的很。就是商级算不上正经，这样的人也配当皇商，丢朝廷的脸。分明是锦绣楼那边放出来的谣言，太缺德了。妈亲，为外面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俺们坏话呗。太后有旨，召林婉熙及团团即刻入宫。太后，这女子出身低微，实在不配出入宫廷，更别说参选皇商了。太后奶奶好。哀家倒觉得女子经商养家，诚信本分，还能帮着朝廷安抚百姓，比只会嚼舌根的人高贵多了。这孩子和哀家的眼缘，从今往后谢太后奶奶，认作哀家的义孙女，赐封福宝公主。谢太后恩典。福宝公主，怪不假的，人家现在是太后认的干亲，福宝公主的娘亲，身份娇贵着呢。再说了，林老板本来就良心，比锦绣楼强多了。散播谣言，主谋已抓获，供出背后指使，锦绣楼周老板。什么会？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给我盯紧他准备什么货。去，我要让他在外国使臣面前丢尽脸面。娘亲，你看，街上好多花灯，有兔子灯、鲤鱼灯，还有会转的灯，是不是有好多外国人呀？万国商贸会。夫人，这个考题考的不是钱多钱少，是考谁更懂大宋。周老板大手笔，这些赤金摆件件件价值连城。万国商贸会自然要拿出压箱底的宝贝，不能丢了咱们大宋的脸面。夫人，人家都拿珍宝撑场面，咱们这些会不会太普通了？大胡子叔叔，这个送给你，福娃娃会带来好运的呗。这是哪里来的物件？我从没见过这么生动的小东西。回大人，是那个商号的小女儿自己绣的福娃帕子。这蚕丝是京郊农户亲手养的，一根一根抽出来。这百福绣是绣坊姑娘们绣的，每一针都是百姓的日子。这点醒是江南寻常人家的吃食，软甜适口。大宋的风华不只有金银珠宝，更有千万百姓的烟火生活。说得好，皇上遴选，晚一商后拔得头筹。小娃娃，这个你绣的？这是福娃娃，这个是脑袋，这个是肚肚，这个是手手。福娃娃会带来好运的呗。这串珠子跟了我20年，送给你，你才是真正的福娃娃。皖西商号以百姓烟火诠释大宋风和正义，除皇商资格外，特许在御街开设的帕子上绣的是什么？是福娃娃，会带来好运的，免3年赋税。嘉赏，承办今后万国来朝御贡展品。民女叩谢圣恩。走，先去哀家宫里用膳，御膳房做了你最爱吃的荷花酥。好耶，去太后奶奶宫里吃好吃的啦。周老板，对不住了。娘亲，你看这个福娃娃手里有荷花，明天送给太后奶奶。太后一定林老板会喜欢的。恭喜！明日一早皇商册封大在宫门前举行，圣上和太后都会亲临，圣上还点让父老公主也上台。皇上了，俺也要上台了。林婉熙诚信为本，心怀百姓，特封当朝皇商，特许通商南北，承办宫廷御贡。民女谢陛下恩典。本宫封你为福宝小公主，以后随时可以进宫陪哀家说话。谢谢太后奶奶，团团以后天天给您带糖糕吃。林老板，我现在也能独立绣百符文了。那时候要不是你收留我们这些学徒，大家都有糖糕吃，今天是好日子呗。林老板，你帮我们修的路还在用，义仓还在用，我今年庄稼收成好，娶上媳妇了，谢谢你。是你们自己双手挣来的。亲，俺们刚来京城的时候，是不是好多人欺负俺们啊？是啊，那时候很难，可是团团每次都能帮娘亲化险为夷。
其实不是啥锦鲤福气，只不过在真是其踏实实意做事。那以后俺们还要帮更多的人。林老板的商号又添新船了，咱村今年的蚕丝有销路了。姐姐，到底有几艘呀？江南36家农户的货都齐了，启程回京。这是福娃娃的脑袋，这是肚肚，这是手手，只能俺要顺顺的眼睛的呗。你们商后啊，帮了一茬又一茬人，菩萨会保佑你们的。大娘，不是菩萨保佑，是林老板心善。蝴蝶，蝴蝶别跑，让俺看看你的花花衣裳，雅亲够不到。你看这桂花树，咱们刚来那年它才这么高，现在它都高过屋顶了。团团也长高了。那个传红上的鼠指定要摔个大马趴。